国人对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是不了解，那就是中国的老头怕老伴儿，越老胆越小；中国的老太太谁都不怕，越老越奔放。这个事儿给我的加拿大公公婆婆造成了很大的误会。我跟你们说，我婆婆温迪在加拿大一直属于美女，年轻时候追求者相当多。我公公布莱恩呢，长得反正咱说人品挺好，所以这么多年大家一致认为颜值上温迪属于下降。没想到来到中国反转了，旅游第二天布兰就跟我说，中国老太太可比加拿大老太太奔放多了。第一天在海南，有个大姨看着布兰过来了，中国大姨是世界上最社牛的人，跟布兰一顿各种造型合影，然后开始唠嗑。布兰啥也没听懂，最后大姨拉过布兰的手，在他胳膊上轻轻写下了1961，意思是说他是1961年出生的。布兰以为大姨给他留手机号呢，大姨给老外整脸红了，布兰都有点害怕自己守不住底线了。本来布兰以为这只是一个偶然，但是接下来不管去哪儿都是各种热情的中国老太太，教他汉语的，教他唱歌的，教他跳舞的，管他要微信给他孙子补英语的。布兰在这群老妹儿的簇拥下彻底迷失了自我，就开始跟温迪嘚瑟，说温迪到目前没有一个老头搭理他。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人的审美和加拿大人是反的，温迪在这儿是磕碜人，神经病。那温迪对自己颜值这一块那能服吗？第二天也去勾引老头，但是温迪发现自己的魅力在中国老头这儿完全失灵。温迪懵了，头发都撩出静电了，老头们守身如玉啊！直到那天去海边，他的真命老头出现了，海风吹起温迪的长发，一个摄影老大爷追着他咔咔拍。温迪以为老大爷是个艺术家，在他这找到灵感了呢，感动的想管人家要微信，结果人老头说10块钱一张，100全拿走。问的，啊，烦你，问的。小曼，他俩今天各玩各的，哎，脸晒通红倒是挺般配。还好啊，我给孩子们用了1夜儿童防晒，没红也没黑。崔玉涛亲研功效型防晒，温和不伤肤，民保都能用。他家专利因子能保护屏障防晒伤，轻薄不闷脸，防水防汗的全波段防晒，海边暴晒也不怕。中国老头给温迪的冷落，让布兰心里完全认定了中国和加拿大的审美必然是反的，要不然怎么解释呢？儿媳妇长得像个豆杵子似的，在这当网红900多万粉丝。我觉得老头老太太的事儿吧，最懂的还得是张大铁。我就去采访张大铁去了，我跟张大铁说，你跟你爷解释一下是咋回事。然后坐在那说，那你奶奶说话，没有老头敢跟他说话。中国老头都怕老伴儿，他不敢搭理我奶。我就给我说我姥爷看我奶奶，我姥姥就咔咔掐着我姥爷大腿底子，就这老疼啊！这那中国老太太呢？中国老太太咋不怕呢？我老谁也不怕，生气就掐你大腿底子，就咔咔咔咔咔。谁敢惹他呀？不要腿了，不要腿了！哎，你能相信吗？大胖媳妇跟我一起去参加一个饭局，走错屋了，但毫不知情，跟一群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吃了25分钟的饭。昨天我有一个很尴尬的饭局，咋回事呢？就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想邀请俺家仔要打和拿铁一起去演一个电视剧，但是这个事儿呢就很耽误他俩上学，我就想婉拒他们。然后我就跟大胖媳妇说，我说一会儿中午这个饭局啊，你跟我一起去，你到那儿就2个任务：一热情陪伴，2温和婉拒，能不能做到？大胖媳妇说能。但是啥叫婉拒？我说就是一直说自己不好，以自己不好的理由拒绝对方。他说没有问题。结果中午我俩是分头去的，我就堵高架上了，我就给打电话，我说我肯定是要迟到了，你记住那2点没？他说媳妇没事，你别着急，我都记住了，交给我。到了现场他就直奔包房了，但在他眼里什么海棠厅、牡丹厅、剑兰厅这些汉字对他来说都没有区别，他就非常害怕走错房间，就一直在各个包间门口徘徊，直到有一个屋的客人认出他来了。哎，那不大胖媳妇吗？他一听那没错了，这就是组织，推门而入，先自罚3杯，然后就坐下，还替我道歉。踩凉堵车，一会儿就到，我先跟大家吃。好巧不巧，人对方话也接上了。孩子呢？孩子也没带着呢，我可喜欢你家的孩子。大胖媳妇很警觉，开始婉拒。孩子们在家，拿铁现在应该在抠鼻屎，然后吃。早达这个点应该也开始闻脚丫子了。他们生活中其实是有点恶心的，说实话。然后对方有个大姐说，我不管，我就爱看他俩，长得像小外国人似的。大胖媳妇以为他是这里边领导呢。大胖媳妇说，你要真喜欢长得像外国人的，俺家长得就像外国人的，那肯定是我。我可以演电视剧，我演过。对方一桌6个人，没有人能听懂他想表达什么，但是也没有人在乎，因为大家都在思考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外国人他进来也就进来了，他为什么不走？就这样，他们驴唇不对马嘴的喝了25分钟。我到了之后，我赶紧进屋找他们，一进屋发现大胖媳妇根本没在，我以为他上厕所去了，我赶紧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干啥去了？大胖媳妇那边都喝嗨了，告我喝着呢，你快点的。我一听完了，肯定出岔子，我就开始满饭店找他，我心里这个气呀，但是我同时安慰自己，张彩玲，你不正愁最近大胖媳妇太正常，视频都不知道录啥呢？
你要相信你的男人，你终究是多虑了。最终我在隔壁的隔壁找到了他，脸都喝红了，桌上除了他我一个也不认识。见着我，大胖女儿跟我说呢，哎，你可算来了，放心吧，我说的非常好。我一进屋一个玩具，到现在就没有一个人跟我提电视剧的事儿，人家还问呢，彩然你们干啥呢？我猜是不是录恶搞粉丝短视频呢？我说恶搞粉丝我的确是没想过，但是短视频肯定是要录了。那大姐特别热情跟我说，她从进屋开始我就开始录她，你把热点打头的传给你。这事儿太丢人了。为了挽回颜面，我逼她下血本，送了我一套赫莲娜新年非凡礼盒，有黑白绷带面霜和新品黑绷带眼霜。这么有品位的礼物瞬间给我拿捏了。新年送她，祝对方一展龙颜，心意满满，和大胖雪一样成为高分段送礼选手。后来回家我就说她，我说你是怎么做到跟一群陌生人吃了25分钟？她的回答吧，居然还有点心酸。她说，也许对于你来说，只有那一屋是陌生人，但是对于我来说，整个饭店都是陌生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甚至整个中国都是陌生人。能不能一桌吃饭，用你们的话说，就是缘分到了，你也有责任。你来那么老晚，你是上错车了？我说我车没上错，这个事儿你不懂，我这个叫上对花轿嫁错郎，嫁错郎。放假第一天。上班第一天。哎呦我的妈！我婆婆这不是回加拿大了吗？回去之后就跟所有家人安利中国有多好。现在我婆婆、我公公、我2个小姑子都在申请年假，今年夏天要一起来。他们首先被我婆婆安利的就是中国的搓澡文化。有一天晚上在铁岭，俺家所有人说这搓澡。温迪本来想拒绝，但一看俺家人的架势，怕挨打，最后只能从了。但走之前他说，去搓澡也行，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等我一下，我去取一下我的泳衣。我以为他逗我们玩呢，结果人家真的穿了一套连体泳衣就去搓澡去了。上了搓澡台，搓澡之后啪就打他一下。你说你洗个澡怕人看？温迪说，难道不就洗澡应该怕人看吗？那我洗菜的时候也不怕你看呢。搓澡师傅把我叫过来，让我翻译说，那你说像他这个情况，我是搓2面还搓4面啊？温迪说，搓可见面，搓可见面。然后搓澡师傅就开始搓，一边搓一边说，你这个票啊，本来是带奶搓的，但你说你穿的挺乳糖不耐受的，我也没法往你身上倒奶呀。你说，那我收起来了啊。温迪等家坐起来了，所以这个奶是给我的。搓澡师傅说，对呀，那你也不能搓呀。温迪说，对呀，但是我能喝呀。翟奥达过来，咱娘俩一人一袋，来给奶炫一个。翟奥达还挺感谢他奶，说，谢谢奶奶给我一袋鲜奶。奶奶，你是因为想让我长个变得如此慷慨吗？他奶说，你想多了，奶只是一个巧合。如果我的门票带的是醋搓或者盐搓，我更给你；除非我带的是酒搓，那我就自己喝了。搓完澡，温迪基本就放飞自我了。之后到了洗浴中心2楼，就彻底迷上东北搓澡大套了。我说温迪，2楼这个是自助餐，你别不好意思。但是呢，反正这儿的自助餐就这水平，没啥好吃的。没想到温迪十分激动。我找了整整30天的中国美食，我在加拿大每周末攒钱去买的中国美食，我来到中国居然没有，我差点都放弃了，我准备回加拿大吃去了，今天居然在这儿找着了。不是啥呀？你说蛋炒饭呢？我以为你们中国人1天3餐都吃炒饭，难道不是这样的？你说自从1979年的春天就不是这样的了，就不是这样的。温迪非常懊悔呀。刚才楼下袋装奶喝顶了，早知道有这么好的菜，我喝了3块5那玩意儿干啥呢？翟奥达说，奶呀，那个奶和这个饭指不定谁便宜呢。然后在自助餐区，温迪展现了自己作为奶奶虽然爱孩子，但坚决不溺爱。这自助餐区它有冰激凌，但是它收费。温迪想来想去，给自己买了一个，被拿铁要走了，温迪就又买了一个。然后拿铁这个自己吃一半的，看奶奶有新冰激凌了，又去管奶奶要新的，上来就要啃。温迪，拿铁张穆赫兰，你已经2岁了，你应该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啃老这一套跟我绝对不好使，不信你问你爸去。拿铁气的表示非常不服，要赶紧长大好跟他奶抢。我说那就没办法了，你想靠爱绑架你奶不太可能，想决斗你只能长高点。春天都到了，我们领拿铁翟奥达出来玩，晒晒太阳动一动，抓住黄金期长一长。主要是下一次奶奶姑姑们大部队都来了，他俩不高点都抢不着冰激凌。迪小刚上线了一个亲子飞盘游戏，运动成长飞起来挑战，你们也快加入吧！不光动得多，还得吃得好，回家都吃点有营养的，再来点迪小小黄条 K2 钙，独立包装更卫生，进口钙大品牌，值得信赖。现在加拿大那边一家人都很激动，都要来铁岭整大套。我当时一听脑袋嗡家一下，哎呀妈，这老多人！但大黄媳妇的回答非常明确，你们来也行，但是家里不够住，你们得在附近找酒店，大概一晚上一个屋500，你们做好预算。我公公一算，这开销也太大了。温迪邪魅一笑，老公，我跟你说那个炒饭天堂带包宿，搓完可以睡68一晚上，还给牛奶，而且炒饭随便吃。她老公说，谁跟你一样人，谁爱吃你那便宜玩意儿？人家我爱吃炒面，爱吃炒面。